这一支帮各位介绍的是香香奈儿的高定栀子花。栀子花，这我们有拍过吗？栀子花是很多人很爱的，没有香材。好，之前应该拍过有1957、嘿，La Pausa， 还有没有这支，应该没有这支，没有这一支。对，那绝对不能遗漏。那栀子花，我自己有种栀子花，所以我知道栀子花那个清香，白色的，对，这闻了之后心情会很好，特别晚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情特别开朗又放松的心情，很舒服嘛。对，好，那这一支香奈儿的栀子花，两位要不要帮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好哟，就是这个它是在1925年啊，那么久了，到现在，对，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跟 Number Number Five Five 啊，19号啊，陆续对是，Coco， Coco 还是最近的，这个还比 Coco 早。哦，虽然很像那有历史了哦。对对对， 1920几年，但是非常的出产经典，很经典。那这个味道一直传承到现在100年之后了，对不对？真的哎呀因为他说什今年23啊？么他说香奈儿女士喜欢白色的花，所以她用白山茶花做她的商品的标 logo，对，然后所以她也喜欢栀子茉莉都喜欢，所以她他喜欢白花，对她喜欢白花。其实19号也是另外一种白花，只是然后5号是玫瑰，没有不一样。 OK，好，有那学姐跟林心丽还有没有对这一支栀子花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地方？我觉得它的香味特别在哪？等一下试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再来告诉你，对，它跟香奈儿5号走法很像，就是它是很自然而然存在你的身上，就很像你身上的一件衣服的感觉。但它没有全香啊，它它的走法是一样。它没有全香，可是它走法还是会像一件衣服在你身上的那种氛围。就是我觉得香奈儿女士早期调的香水很厉害的是，都会让你觉得那个香味是自然而然存在你身上。你可以试试看看。很贴肤咯，是不是？不是，就是我刚开始，我喷这一支，我刚开始我会觉得好像它不是那么显香，或是存在于你身上的香味，可是你又会觉得隐约你都会一直闻得到它。对啊，就对，我觉得它早期的香水还蛮厉害的，就是都可以有这样感觉。Number 19号也是啊，对，那我们在慢慢编排的过程，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现代的香水，其实不管是合成或天然的，以现代的这个科技进步啦，跟人们喜欢的口味，其实一直在多变嘛，变得更多元了。那我发现这个超过50年以上的香水，都会带了一些醛香，或者是有一个上一代的那个味道，调存在，那个调可能是形态上的调，就是你可以闻得出来，哎，这个可能是上一个世纪的味道。那这个栀子花，因为它就是1922多年25年出的嘛，对不对？所以因为我没闻过，我在想象会不会有这样子属于这个上个年代100年前的，可以来试看看，试试看。哎，我们来做个见证一下，试试看，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角度来回看这100年，是不是很前卫、很前瞻哦？这边好，等它一下哦，因为它这个应该蛮久没喷了。不会还蛮香的，对啊，香，很香。它一开始走法跟19号比较像，是，对。然后因为它这支算是老香，对，所以它是淡香精，对。然后因为现在后来前几年不知道几年开始改版之后都是淡香水，对。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要找淡香精的，就是找之前的版本，它之前版本是淡香精，OK。好，来，那学姐，现在这个前调目前在你身上，香，学姐很喜欢，还有橙花在，栀子花、橙花、茉莉花，对，
全部都是我，还有晚香玉，就是你爱的，都是我爱的花，还有一个白花综合体的感觉。对，它真的，它不只是栀子花的感觉，它不会只有栀子花香，它其实那个香甜的感觉是这几种花结合起来，因为光栀子花不可能它香甜的味道这么强大。是。我觉得它有香甜又带一种馥郁感对，因为加了晚香玉。但是我必须说，除了刚刚你们说这个白花的集合体之外，我还是有闻到香奈儿它上一代一贯出现的全香呢。虽然你们说香料表里面是没有全香，但我觉得这就是香奈儿上一个年代它的特色全香的感觉，对，还是有。它可能不到香奈儿的那个全的感觉啦，但是有它的那个氛围，应该是说还是有它的那个调法那一种，汤底微微的还是有一些在里面。因为之前的化学成分跟现代的化学成分一定不一样。对，同意。对，因为那个年代用的东西的调法跟现在这个年代用的化学成分一定不同。那拿来定香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早期的香水你会觉得它闻起来有一个香调，那可能就是早期香水拿来定香的东西。对，那所以我觉得同样的化学东西，以前的实验室在用的化学东西，跟现在实验室用，其实闻起来感觉一定都不会不尽相同。对，了解。但那我觉得它是不是，即便在现代在制作这个香水的时候，还是保有它以前的古法？有没有可能？要看哦，不一定哦，新版不见得会有这样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尽量调出对，它会它只能接近，对。那边讲的过程，我刚刚不是讲说它有一个基本的香奈儿会出现的全香的，我想这个全香下去了，现在是白花，对啊，更明亮了。我觉得它晚香玉其实晚香玉大过于栀子花。哇，它现在这个白花香更香呢，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种的那个栀子花香，真的，有厉害哦，那个画面整个都出来了。我觉得它是用晚香玉把栀子花的甜往上推就对了。对，OK， 好，来，那林心丽这一支目前现在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呢？有一种带一点香甜感的花香。喷起来，以你这个不爱花香挂的，形容得出来它是什么花这样子。是，对。但以你这个不是花香挂的，来闻这支花香，你会给它很高的评价吗？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好闻的花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花，但就是蛮综合的。是，对，但是它没有特别说，你说晚香玉，因为晚香玉如果我们闻过其他沙龙，它的那个又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我觉得你闻到那个类似全香的感觉是含羞草是吗？带那个阳光感，带点明亮感的感觉嘛。对，好像你这样讲很有，我又有一点记忆了。就是因为它怎样都，我就是感觉不到那个 No.1 那个全香，可是我知道你讲的那个感觉，对不对？但它有点像含羞草的氛围。你这样讲含羞草，就好像是含羞草。好，那学姐这一支你建议一般大家在用的时候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这个比较适合这个，我觉得香奈儿的某些香水比较不适合在上班的时候喷，我觉得比较适合在晚上约会，或是你要参加比较正式的场合。对，我觉得这一支就非常像香奈儿那个年代晚上的 party 一定是不断的嘛，对不对？那这种 party 可能是高档的聚会的这个人家说富人就是有钱人都会他们的 social 的场合嘛。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有一点蛮能够衬托那个场合的。对，香奈儿应该算是上流社会的那时候流行沙龙香嘛，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算是上流社会的沙龙香啊，对啊，是啊，它也是 OK 啊，对，没错。好，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沙龙香跟商业香的这样子的区隔。不是，我讲的沙龙是文化，沙龙文化的沙龙香，对，沙龙文化的沙龙香，对，不是我们现在区分那个。了解，好，来，那林心丽这一支的前调在你身上，你会建议用在什么场合？
我也是觉得它比较适合，就是晚上傍晚微凉的那种天气喷，应该会更舒服，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清淡的花香，我觉得它还蛮馥郁的。然后是一支会让人家觉得有一些魅力在里面的味道，它不是那么清新甜美的那一种。对，OK，比较不是那种清新甜美的那种，对，年轻小女生比较不是。OK， 好，那这一支目前我们闻到的是蛮丰富的白花香，但是可能中间的学姐说含羞草比较下去之后，我觉得这个花又更回归到纯粹单纯的栀子花香，就还是有带一点绿意啦。对，就是感觉你在花园里闻到的那个感觉，很自然，走得很自然。我刚刚正想讲，我觉得它比较像，就是你一盆你说的那种，就是很多，然后带着绿叶的花。对，它不是只是就是很多团白花在里面那种感觉，花丛里面，对，绿叶，然后白色的花这样子在你面前，那而且你闻到香气，黄光灯照在栀子花上。为什么黄光灯？因为我现在家里的阳台是黄光灯。OK， 好，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再回头看看，跟大家分享这个，即便是高定上一香，它的后调会不会有所变化？我觉得后调一定非常好闻。那我们就待会期待喽。好，拜拜，拜拜。好，后调回来，栀子花。是的。请问学姐跟林心丽妹这一支后调栀子花在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我觉得它现在变成它越来越适合去参加那个晚宴或是 party 或是跟去聚会的时候，因为你在身上，它那个香味实在是会让人无法目光从你身上离开。对，它就是它是一个会吸引人的香气。所谓的吸引人不是性感或是那个 spotlight 会打在你身上的那种吸引人，聚光灯的焦点。对，因为它后面的那个花香其实越来越明显，然后它后面的那个椰子跟麝香，整个就是还是在凸显它中段的那个白花的香气。然后你会闻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全香有一微微的穿透过来，然后让整个白花的那个花香整个亮起来。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到了一个开满了白花的花园里面。对 ，OK， 好，那林心丽这一支后调在你身上有变化吗？栀子花，我觉得它的那个花香味道比前面再更明显，突出多一些些。因为我本来以为它应该会就是花淡一些，然后在后调的这个，因为它其实香调有写到檀木啊，或是广藿这些，但好像没有到非常非常明显。它的花香的部分还是主角。对。那我觉得还蛮有魅力的一支。这支如果女生喷，应该是属于那种会勾人的吧？我觉得她可能像学姐刚刚提到，是说她可能觉得就是这个是比较自带一些光芒感觉，就自然而然的吸引。它不是那种气场非常强，但是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就是可能想要靠近你闻你身上，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这支的味道，我觉得在别支好像也没有闻过。有啦，我觉得有同时期可能就是 Chloe 的那个透明女跟 Creed 的花旗，这三支都是类似这种氛围的感觉。对。但好像味道也是不太一样，花香可能香味是不同，但是气场跟走的感觉，这几支是类似的氛围。还有鼻双飞，走起来的感觉都很像。老实说，我蛮喜欢这一支的后调，因为这个让我很有连结性，想到小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住天母的时候，我睡觉的头的方向，后面就有花吗？就是栀子花园吗？后面就是太爽了，后面就是天然的花园。那而且晚上还会有溪流流过，所以你每天听着虫鸣蝉叫，昆虫的叫声，然后还有青蛙这样呱呱呱这样子，很有画面。对，然后跟搭配起来，因为那个溪流是
不会停止，它就是一直有，你就听到水声。而且以前的溪流边的空气是干净的，是那感觉好像在度假屋一样。对，类似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那白噪音啊，对，白噪音，对，那这个栀子花的这个花香，现在就很像在那样子的一个夜晚的场景，而且我们前调不是说它很像是参加一个晚上的这个有钱人的这种聚会嘛，对不对 ？Party， 但是我觉得这个后调变成是越来越接近晚上，而且是你一个人越来越享受这个感觉吗？享受这个白噪音。听着水流声，然后就坐在那边，黄光灯记得要打下去，好，然后它是没有蚊子的，相当凉爽，一定要黄灯，对不对？对，那青蛙叫啦，还有昆虫的叫声这样子，那你自己一个人跟自己一个人相处，他刚一讲完，很舒服的。我突然想到现在流行的那个实境节目，光露营就很忙，光露营就很忙，我觉得很适合他们那几个女生去露营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支。OK， 好，那学姐这一支你会把它定到在什么样的香调？花香啊，花香。它现在就是满满的花园。是。那0到10，你给它10分，哇！我爱它。OK， 好，那林心丽的这一支，你把它定调在什么香调？也是花香调。花香。对，花香调，非常明确的。OK， 有木质出现吗？还有绿调。对，绿调，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绿加花的这种很鲜明的感觉，还蛮立体的。对，我觉得它不是只有花香的感觉而已，还蛮立体的。好。那因为我9.8，对 ，OK。那你为什么给他9.8？他也9.9好了，蛮高，就是我觉得他在我心中蛮接近花香的满分了啦。是。但我可能个人就是对于花香没有那么喜爱细节，就是没有那么能。体会，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好闻的，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那样 ，OK， 0.1，对，好，那我会给这一支，放在花香，绿感，然后黄光灯，那一定要黄光灯，这个颜色吗？这个颜色黄光。那0到10分，我给它10分了。我今天闻到2支花都10分满意，10分满分。这就勾起我小时候童年的记忆了。那是画面是非常的精确的，这是我很喜欢这支的原因。还好有这支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美好的回忆。对，美好的回忆。后来就没那么美好了，没有开玩笑啦。OK， 好，那非常谢谢两位帮我们今天一起介绍这一支栀子花。好，那因为这个是情谊的，对，就人家这个提供的，没有现货，没有现货。好，但是你可以去没有。但我们也要跟主人讲一下，说，这个很棒，借我们拍个影片，这样宣传，有更多人认识知道。希望未来可以有现货。那在帮他卖的时候，再把影片连结放一下。OK， 好吧，增加大家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现场已经有买家出现真的，学姐已经要直接收了。OK， 我们需要在影片里告诉人家这件事吗？已经有人出价了，还没有得标，因为还要再问一下他们要出更高价。OK， 好，非常谢谢两位。那待会30秒再拜托一下啦。好，拜拜。